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查理私募，我是查理博士，坐標加州硅谷。最近打車軟件雙雄 Uber 和 Lyft 相繼公布了第四季度財報，和朋友們想的一樣，他們的股價又雙雙暴跌。過去幾周，這兩隻科技股都有超過20%的深度回調。然而，如果我們深挖他們的營收和利潤，其實變現比華爾街預期的要更好。那麼，為什麼投資者不看好 Uber、Lyft 的未來？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查理最近對自動駕駛這個領域做了深入的研究。就讓我們看看特斯拉的 FSD、谷歌旗下的 Waymo 這兩大科技巨頭究竟會給傳統的出租車、網約車行業帶來怎樣的毀滅性衝擊。此外，今天最新的 CPI 通脹數據剛剛出爐，對於美股、黃金和比特幣的後續走勢有何影響？是反彈的信號，還是崩盤的前兆？本期節目我們一次性為您解答。Uber 股票最近表現不佳，過去3個月，它的股價已經從$100一路下滑，今天正式跌破了$70的大關。現在它的 PE 本益比只有15，很多想撿便宜的投資朋友有點忍不住了，問查理，咱能不能抄底 Uber 的股票？在我看來，要確定現在是抄底還是接飛刀，我們需要看看 Uber 的數據。首先，我們得糾正一個誤區 ，Uber 的靜態 PE 確實只有15。但這並不意味着它變成了一家廉價的傳統公司，而是由於2025年淨利潤中包含了一次性的大利好，導致 Uber 的 PE 比實際情況要更低。Uber 在2025年的淨利潤之中包含了數筆股權投資，包括了滴滴打車、Grab、周比等等帶來的賬面收益。那如果扣除這些不可持續的投資收益， Uber 的 Forward PE 前瞻本益比實際上仍維持在20到25倍左右，算不上骨折價。而導致 Uber 股價持續暴跌的關鍵，還是華爾街機構對於它在2月初發布的財報並不滿意。它預計26年第一季度的 Non-GAAP EPS 每股收益只有$0.65到$0.72，低於分析師預期的$0.79。這暗示着 Uber 的增長正在放緩。財報顯示，雖然單量大漲22%，但是很多用戶轉向了低價的 UberX Share。這就導致 Uber 雖然接了更多的單，但是每單賺的錢卻在明顯的變少。此外，隨着多個國家的勞動法開始收緊， Uber 公司必須支付更高的保險和福利開支來給他的司機，這在無形中削弱了它的利潤率。當然，如果你長期看好 Uber， 它的財報裡也有非常硬核的乾貨。去年 Uber 的自由現金流突破了$100億，再次證明了公司是一台成熟的印鈔機。它的月活用戶突破了2億人次，而且每個人的平均使用率還在增加。更重要的是 ，Uber 正在和谷歌的 Waymo 展開全面的合作。在德州的奧斯汀、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用戶可以直接通過 Uber App 呼叫 Waymo 的無人駕駛出租車。Uber 給 Waymo 提供了龐大的流量入口和車隊管理，而 Waymo 則提供了無人駕駛的技術。那隨着 Waymo 計劃在今年進入倫敦和東京等海外市場，雙方正在洽談如何利用 Uber 全球運營的經驗來加速 Waymo 的海外落地。而在 Uber 公司的內部，它也有自己的自動駕駛實驗室 AV Labs。這個實驗室並不負責研發傳感器，而是作為一個測試與集成的實驗室，專門研究如何將各種第三方自動駕駛軟件，包括 Waymo、Cruise、Waabi 等高效平滑地接入 Uber 的調度系統。它標誌着 Uber 從自動駕駛研發者徹底轉變為自動駕駛的運營者和流量的分發商。那從交易的角度來看， Uber 股票的這波下跌趨勢依然很強。在跌破$70之後，它很可能在下一個支撐區域57.9到65.6美元之間找到止跌的位置。CI 投資系統建議我們不需要在市價$70着急接飛刀買入 Uber 的股票，而是可以再耐心的等待幾周。如果 Uber 股價回調到57到60美元，並且出現了明顯的止跌形態之後，我們再分批建倉會更穩妥一些。而且查理認為，考慮到未來幾年自動駕駛領域很可能由特斯拉、谷歌等巨頭主導，個人不認為 Uber 的成長空間會非常大。因此，如果是查理來做的話，會把 Uber 股票的倉位控制在總資金的5%以內，而且會以中短線的套利交易為主，並不打算把 Uber 作為長期投資的標的。一句話 ，Uber 在$60以下確實可以撿個便宜，但別重倉哦。
好，聊完了打車一哥 Uber，我們來看看二姐 Lyft 的情況。Lyft 公司在周二發布了最新財報，雖然它的賬面數據看起來像做了火箭一樣騰飛，但股價的表現卻說明了投資者的真實心態，直接在盤後閃崩15%。很多朋友打開財報一看，誒，Lyft 的 EPS 爆出$6.72，而去年同期才幾美分，這不是暴漲了100倍嗎？然而，這筆收益和打車軟件業務無關。Lyft 本季度釋放了一筆29億美元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準備金，把以前攢下的免稅抵扣券一次性的全部領了出來。而剝離掉這筆一次性的收入，Lyft 的核心業務其實還是虧損的狀態，這就讓原本期待它能夠像 Uber 一樣實現業務淨利潤扭虧為盈的投資者大失所望。此外，管理層給出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指引也很保守，預計 Q1 核心利潤在1.2億至1.4億美元之間，直接跌破了華爾街此前的預期。由於缺乏像 Uber Eats 那樣的外賣平台，Lyft 選擇和 Waymo、DoorDash 合作來補齊在無人車和外賣配送上的短板。那從技術面的角度來看 ，CI 系統認為在13美元以下抄底 Lyft 做小倉位的短線套利交易，實際上是可行的。這是因為 Lyft 目前的市價在13美元附近，處於12.5到13.4美元的較強支撐區域。考慮到它只有1.1倍的 PS 市銷率和10億美元的股票回購，未來幾個月 Lyft 的股價可能迎來一波不錯的反彈行情。當然，和 Uber 一樣 ，Lyft 沒有無人駕駛技術的護城河，未來的發展前景也比較堪憂。查理強烈建議把 Lyft 倉位控制在3%以內，做快進快出的短線套利交易比較安全一些。可以看到，不管是 Uber 還是 Lyft， 他們都沒有足夠的資金和實力打造自己的自動駕駛技術，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和谷歌旗下的無人車公司 Waymo 合作。那麼 Waymo 的技術到底怎麼樣？它的發展前景如何呢？2009年，谷歌在秘密實驗室 Google X 啟動了自動駕駛的項目。到了2016年，這個項目正式從谷歌的孵化器畢業了，更名為 Waymo， 成為 Alphabet 的子公司。又經過了10年的發展， Waymo 的無人出租車業務已經遍布舊金山灣區、洛杉磯、鳳凰城的大街小巷，並且計劃在今年包括華盛頓 DC、拉斯維加斯、聖地亞哥等大城市進行擴張。可以看到 Waymo 出租車搭載了13個攝像頭、4個激光雷達和6個普通雷達，探測距離高達500米，能360度感知周圍環境，甚至是幾百米外的救護車鳴笛聲。它的第6代 Waymo Driver 系統在雪地、暴風雨等惡劣天氣下的穩定性實現了大幅提升。更為關鍵的是，新一代傳感器套件通過結構上的優化，大幅降低了單車的造價成本。配合最新的韓國現代 Ioniq 5和極氪 RT 的車型 ，Waymo 具備了大規模盈利的硬件基礎。截止到2026年年初 ，Waymo 每周付費訂單量已經突破了40萬單。它的 CEO 明確表示，今年的目標是到2026年年底實現每周100萬單。當特斯拉還在測試 FSD 是否能過環島時，Waymo 的全自動駕駛里程數已經突破了2億英里。數據顯示 ，Waymo 的系統使嚴重傷亡事故減少了90%。隨着與日本豐田、韓國現代等車廠的合作深化，Waymo 正在把自己打造成自動駕駛領域的安卓系統。當然，如果我們看 Waymo 背後的谷歌，它的股價最近正在處於明顯的回調之中。這是谷歌股票的月線交易圖，可以發現，谷歌的股價在1月29日、2月3日和2月4日這3個交易日都有衝高回落的痕跡，留下了3個長長的上影線。這就意味着機構在330到340美元的高位持續減持了谷歌的股票，導致它的股價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衝高回落。而在2月5日，谷歌公布了最新財報之後，又出現了第4波巨大的上影線，說明機構在320美元附近又賣出了一波它的股票。查理認為，隨着谷歌公布2000億美元的 AI 資本支出，華爾街搞不好接下來又要像之前對 Meta 微軟一樣，開始唱衰打壓谷歌的股價了。原因也很簡單，機構已經拋售完畢，接下來就要做暴力砸盤，這樣才能在低位吸籌谷歌，再來一波割韭菜的操作。截止到2月13日，谷歌的股價已經跌破了310美元，回撤到了306美元附近，
查理的 CI 系統目前對於谷歌給出的是黃色的持有信號。我們接下來有很大的機會在$280附近逢低買入谷歌的股票。這波回撤大概有8%左右的幅度，也不算特別大，屆時算是一個買入谷歌的好時機。當然，如果是查理，我不會在$280用光所有的子彈，而是會預留50%的資金，以防華爾街砸盤用力過猛。如果谷歌的股價進一步回撤到$250的強支撐，我們就還有資金以更低的成本撿漏谷歌的股票。從長期來看，查理依然相當的看好谷歌的表現，這是因為它不僅有雲計算基礎設施，又有 Gemini 大模型，還有包括 Waymo 無人車這樣的物理 AI 科技，實在是太穩健了。今年唯一的問題是，谷歌的 EPS 增速會大幅度的放緩，只有5.6%，比 Meta 微軟高達20%以上的 EPS 年增速要低不少。我們可能會看到谷歌的股價今年走的比較平淡一些，畢竟過去一年谷歌已經大漲了64.5%，是七巨頭當中當之無愧的冠軍。今年走的企穩一些也是非常合理的現象，大家無需過分擔心。好，聊完了谷歌，我们最後來看看自動駕駛領域的王者特斯拉。它的 Robotaxi 自動駕駛出租車業務正在把科幻變成現實。在 Uber 和 Lyft 的傳統模式當中，有70%到80%的費用是付給司機的人工費，而如果去掉司機，意味着出行成本有望下降80%以上。這也是馬斯克搞 Robotaxi 的核心原因。不同於 Waymo 需要採購專門的車型，並且加裝昂貴的傳感器，特斯拉的邏輯是每賣出一輛 Model Y 都是潛在的 Robotaxi。2025年以後出廠的 Model Y 已經標配了全套攝像頭和計算芯片。2026年，特斯拉正在通過軟件的更新，將這幾百萬台私家車瞬間轉化為賺錢機器。未來，只要當地的法律允許，你上班的時候，你的 Model Y 就可以自己出去接單，替你賺錢。然而，特斯拉最核心的資產並不是車本身，而是 FSD 自動駕駛軟件。現在的 FSD 已經拋棄了傳統的代碼邏輯，改用純視覺加神經網絡而驅動。它不再是程序員教車怎麼開，而是車自己在學習人類老司機的駕駛行為。2026年年初，特斯拉已經在德州和加州的部分區域針對現有的 Model Y 車主開啟了無監督 FSD 的內部測試。這標誌着特斯拉正在從輔助駕駛真正的跨向無人駕駛。馬斯克在最近的電話會議中強調，基於 Model Y 的特斯拉 Network APP 已經進入了實測階段。車主在手機 APP 上點一下，車輛就會進入共享池。特斯拉控制了車輛，也控制了軟件，還控制了支付的平台。這種垂直一體化的能力，讓它在與 Uber 和 Lyft 的競爭當中擁有極高的利潤空間。因為特斯拉不用付錢給第三方技術商，也不用付人工費給司機，只要 FSD 的安全性在2026年通過監管機構的最後考核， Model Y 就不再只是年輕人的第一台電車，它將變成一個會跑的現金流。然而 Model Y 只是特斯拉自動駕駛的開胃菜，它的真正王炸還是今年4月即將開始量產的 Cybercab 賽博出租車。如果說 Model Y 是讓普通汽車學會了自動駕駛，那麼 Cybercab 就是為了自動駕駛而重新發明了汽車。它的最震撼的地方在於它的減法做得極其徹底。車內不僅沒有方向盤，沒有剎車和油門踏板，甚至連後視鏡都沒有。所有的人車交互都通過一塊20.5英寸的超大觸摸屏來完成。針對90%以上的出租車訂單，其實只有1到2人的現狀。Cybercab 設計成了雙座布局，並配有巨大的後備箱，像一個未來感拉滿的移動頭等艙。Cybercab 是特斯拉首款徹底取消物理充電口的車。它不再需要機器人手臂去插拔電線，而是像手機無線充電一樣，只要停在感應板上就能夠充電。為了把成本壓到3萬美元以下，馬斯克在 Cybercab 的應用上採取了革命性的 Unboxed 生產工藝。不同於傳統的流水線生產， Cybercab 採取模塊化組裝，有望將單車下線時間壓縮到10秒以內，生產效率是 Model Y 的好幾倍。它德州的超級工廠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安裝首條量產線，一旦跑通， Cybercab 將以驚人的速度席捲全球。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將來，你出門叫一輛車，來的是一輛造型科幻、不需要方向盤的 Cybercab。你上車休息或者看電影，它安靜地把你送往目的地之後，自己去無線充電，是不是相當的智能化呢？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伊隆馬斯克就是为了未来而生的資本家。自動駕駛的宏偉藍圖使特斯拉股票能夠長期維持在200倍以上超高市盈率的原因。當然，目前特斯拉的股票依然還是處在410到428美元這個區間橫盤震盪。從投資的角度來看，我的 AI 系統建議大家還是可以再耐心的等等。如果 TSLA 股價回撤到400美元以下，咱們再考慮需不需要分批建倉買入特斯拉的股票。毫無疑問，作為最具發展潛力的科技巨頭，特斯拉的盈利能力雖然現在遠不如蘋果、谷歌或者英偉達，但搞不好幾年之後，特斯拉的市值能登上全球第一的寶座呢。人類社會現在缺的不是美元，而是實現夢想的能力，而這正是伊隆馬斯克能帶給投資人的禮物。好，我們小結一下，在自動駕駛這個賽道，查理認為未來還是屬於巨頭的時代。你要麼選擇谷歌的 Waymo，要麼選擇馬斯克的特斯拉，勝算會高得多。包括像 Uber、Lyft、DoorDash 這樣的軟件平台，未來也只能依附於擁有核心技術、自動駕駛算法的科技巨頭的門下賺點小錢。沒辦法，人工智能的發展只是讓兩極分化的現象更加嚴重了，強者更強，馬太效應。好，聊完了自動駕駛，我們回到柴米油鹽。今天上午，美國勞工統計局發布了備受關注的2026年1月份的 CPI 通脹報告。1月份的 CPI 從12月的2.7%降低到了只有2.4%，低於市場此前預期的2.5%，是去年5月份以來的最低水平。能源價格大幅下降了1.5%，住房成本溫和上漲0.2%，食品價格溫和上漲0.2%。由於通脹的放緩，市場對於美聯儲在3月18日 FOMC 一些會議上降息的押注正在增加。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加密貨幣 Solana、以太坊、比特幣的價格領漲風險資產，而黃金、白銀也大漲的原因是，如果美聯儲能夠及早的降息，美元的流動性又能夠大幅的上漲，自然利好大宗商品的價格反彈。那目前市場維持今年美聯儲降息2次的預期，分別會出現在今年的6月和9月的 FOMC 議息會議之後。此外，到了明年的3月份，市場預計美聯儲還將降息25個基點，把基準利率控制在3%以內。查理經過對美國經濟數據的深入研究，認為 AI 人工智能的大規模普及應用確實可以壓低美國的通脹率，這是因為社會整體的失業率會維持在較高的水平，而薪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大幅的放緩。畢竟很多工作都可以交給 AI 來完成了嘛，公司就不用花重金去招募員工了。反過來，較低的通脹能夠促進美聯儲更快的降息，從而利好美股的反彈。這是今天美股市場的盤面，可以看到我們重倉的微軟今天表現的比較堅挺，當然也是因為之前被機構砸得比較狠。而今天跌得最重的巨頭分別是英偉達和蘋果。查理期待英偉達在2月26日的最新財報出爐，屆時它的股價可能有新的上漲行情，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這張圖顯示華爾街機構和散戶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可以看到昨天機構的持股比例還有74%，而隨着 CTA 系統的量化拋售，機構的持股比例到了今天已經降低到了65%，而過去1個月，機構已經大幅降低了股票部位的持倉，從1月中旬的94%調整到了今天的65%，而咱們散戶投資者依然保持了高達90%的持股比例。查理認為，隨着美元流動性的逐漸恢復，華爾街可能在3月份開始系統性的回補股票的倉位，這樣可以對美股的反彈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那現在我們無需過分恐慌，坐穩扶好即可。如果因為機構的砸盤讓我們被嚇到低位割肉，那才是不理智的做法。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2月13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走勢、美債殖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變。
和昨天一樣 ，CI 系統依然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持倉比重保持在95%，把剩下5%的資金放在超短期美債、USFR、SGOV 或者 SHY 中避險。在指數層面，標普500、納斯達克以及科技指數都超過了系統給出的買點，我們不需要着急追高買入。而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隻基本面非常優異的股票，分別是輝達、Visa 和阿里巴巴。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最新持倉情況。查理這2天依然沒有新的操作，還是以微軟、Meta 和科技指數 IYW 為主，大科技權重佔了大部分的倉位。期待着在今年的第2季度，科技巨頭們能為我們帶來超額收益。那今天漲得最好的股票分別是量子計算 ETF QTUM、帶槓桿的聯合健康 ETF UNHG、股王輝達和標普500動量指數 ETF SPMO。目前 CI 投資組合的前6大持倉依然是微軟佔比 51.4%，Meta 佔比 13.4%， 科技指數 IYW 佔比 9.1%， 標普500動量指數 SPMO 佔比 7.6% 和亞馬遜佔比 7.4%。和往常一樣，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您想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訊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頻道會員，您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 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您覺得 Uber、Lyft 股票能夠反彈嗎？特斯拉、谷歌今年能夠創新高嗎？請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一貫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大家情人節快樂，新年快樂！讓我們利用好接下來的長週末，好好的放鬆一下。咱們下週2的節目再見。